嗨，大家好，我是栗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你的下一段恋情是什么样的滋味？那我现在的话有2025年上半年的年度运势占卜预测，可以预测3个领域，现在有优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官方 LINE 或写 mail 给我做预约哦。现在的话有3个选项，选项由左到右是1、2、3，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第一组来开始咯。嗨，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这个是维护者，然后你们选到的是金牛奶糖。金牛奶糖呢，它其实是一种焦糖啊跟牛奶混合下去做的糖，然后你们抽到的这个牌，它其实是维护者。维护者的话，它其实是很在乎那种生活上的细节，就是像平常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生活的饮食习惯，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规矩，所以我觉得你的下一段的这个恋情的对象呢，他其实是有他的自己的规矩跟他的世界就这样方方正正的，所以一开始要打入他的生活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可能已经很习惯一套他自己长久一直经营下来的生活模式，但如果你走入他的生命啊，跟他相遇成为伴侣的话，你们这段恋情呢也会是比较巩固的这种正方形的，就是他会很体贴跟照顾你。这种维护者的个性呢，他其实是很喜欢照顾别人的，所以他可能会帮你付钱，然后帮你煮饭。如果你下班回家太累，他会帮你按摩，做好家事。他是一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对，然后也很喜欢照顾别人。比起被照顾，他更喜欢照顾别人，就觉得如果照顾了那个人，然后对方露出幸福的微笑，或者是有一句感谢，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对，那现在的话，我先抽出了他的个性，还有你们的相处模式。那我觉得他个性上这边有皇后牌啊，跟这个钱币6正位，都代表了刚刚说的这个属性。他其实是很优雅，而且他是很注重生活品质的。有的人可能吃饭会觉得说，随便吃可以吃饱就好，但是如果是他就会觉得要营养均衡啊，然后看起来要很美味的这种，就像皇后一样，是很注重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虽然说这个小细节呢，在别人的眼中会觉得，这有什么重要？但他就会觉得说，对自己好有什么不重要的事情呢？而且他也是喜欢穿衣打扮那种，他不会穿得很随便，然后就出门。他跟你出门一定是不止跟你啊，他自己出门也是，就是会慎重的打扮，不代表他拜金，因为他这边是正位，所以我觉得，他会用他固定的钱去打扮他自己，维持自己的仪态，是气场干净，然后穿着也干净的人。然后他对别人的话也是很大方，就是只要有人有困难，他基本上会伸出援手。因为这边还有这个塔牌跟吊人牌，这边的话他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智慧的，就是他看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很透彻，他觉得要把生活中的细节的事情都做好，自己能做的都做到了，剩下的就是交给命运的掌管。因为这边有这个审判牌正位，所以他觉得他可以自己做好自己每一件想做的事情，那剩下的就是交给命运的这种感觉。对，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这边的话还有圣杯4，我觉得他的平常的异性缘应该蛮不错的，会有很多人想要跟他认识啊，还有交朋友，但我觉得要走入他的心房没有这么的容易，他是有防备心的啦。因为他如果是一个喜欢付出的人，他可能在这之中有受过一些伤害，跟别人可能不太懂他的付出跟他的那一份爱的时候，他就会有所保留的付出，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但这种保护方式有的时候会局限了自己去外面认识更多人的这个样子。对，然后他讲话呢
这边有这个宝剑国王逆位，所以他平常讲话可能会比较严肃跟比较朴实一点。比如说，你就跟他说你，经期来啊，然后肚子很痛，他可能就会说，去喝热水啊，干嘛干嘛的，就是他会提出一些很实际的讲法，但可能对方是想要听一些被安慰的那种话语，可能会觉得有点伤心，但是可能过没多久，他就会去变出一碗红豆汤啊，或者什么你爱喝的那种热的东西给你。他是比较务实的对象，然后这个对象呢，他对园艺啊，就是那种修剪树木、种花花草草的也很有兴趣。他们也蛮爱护大自然的，喜欢跟大自然互利共生，对，会很在乎地球环保的这个课题啦。好，那看一下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你会去想到过往的，就是过往你对情感会有一些伤害啊，跟受伤的地方，你在这边会有点被揭露的感觉，就是可能他对你照顾啊，很无微不至的这种状态，会慢慢的去疗愈你那个内心受的伤害。对，这边还有宝剑1。跟宝剑2，还有圣杯8逆位，我觉得就是你的状态会有点没有办法离开他，因为他可能蛮宠你的，就是很照顾你生活上的每个细节跟你的情绪感受。情绪的话我不太确定啊，因为他看起来蛮务实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要跟他讲一下，但他有皇后牌，应该是有办法共情的。对对对，有皇后牌可以共情。只是他平常在做生活上决策还是走比较务实的方向，然后你们这段感情呢会很新鲜跟有趣，可能你跟这一方面的人是蛮不一样的，就是你平常可能会比较照着感觉走，或者是有犹豫不决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对方他会鼓励你说，不用担心啊，我们就去试试看。他应该不会叫你去试试看，因为他其实是有一点僵化跟固执，他不会主动说要去试试看，但如果你想去试试看，他会愿意陪你去试试看。对，他其实是可以跟你一起去改变的，只是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但他是有这个心，所以你们这个之间呢，其实会有很多乐趣出现，而且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跟他讲的话，他会用别的角度切入，去给你提供一些意见跟想法，让你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以顺利的解决。这个人看事情也是蛮清楚的，所以他可以很快的就点到问题的重点。对，好，那这一组的朋友们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然后谢谢你们的收听。等一下，我知道我忘记抽这个月份牌卡，我要抽你们什么时候会遇见这么好的对象。忘记了，抽一下。这一组第一组的朋友们会在什么时候遇见这个对象呢？因为这个对象很酷就是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1月就会遇到咯，超棒的！或者是你们1月会在一起，也是有可能的。如果现在你觉得已经有遇到这个人的话，但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1月的时候会遇到这个人，很快再过2-3个月，期待一下好不好 ？OK，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你的收听，拜拜。嗨，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抽到的是这个柠檬盐糖，然后这个的话是宝石，所以你认识它的时候啊，酸酸咸咸的，因为它是柠檬口味的，所以你们这段恋情呢会有点酸酸咸咸的。好，我觉得他这个人的特质啊，其实就像这个宝石一样，他是。你在平常就如果有很多人，像我们如果大学啊或在公司里面，不就是一群人嘛？
你会没有办法发现他的光芒。但是当你处境在比较黑暗或困难的时候，他其实是会伸出援手去帮你的，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是需要你用心去挖掘的。就是他外表，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只看到外面这边平平无奇啊，然后有点杂乱。就是像有的人，他可能平常生活比较，就是比较杂乱，但是你可能跟他相处之后，你就发现他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单纯、跟善良还有美好。对，这边其实有这样子的意思出现，就是你要认出这个人，你是要用你的心去看的，不是只看他外表，因为有的人会把外表打扮得很漂亮，但其实里面是没有什么内涵的，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发生。但你这个对象他是比较相反的，就是他外表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但你跟他深入的相处认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哇，这个人就是我在找的对象啊，他超棒的。或者是说这个人还是没有经过雕琢的钻石，就是你跟他谈恋爱呢，可能你的经验也许会比他丰富，然后需要带着他一起进行这个恋爱的探索。对，然后这边的话有先抽3张他的个性，这个是宝剑3逆位，然后宝剑9正位跟权杖1逆位。我想要再抽1张。哦，好，那就是太阳牌。太阳牌正位，逆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你的这个对象呢，他平常是比较低调的，然后他不喜欢让太多人去发现他身上的光芒，他喜欢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他觉得可以对自己的人生交代，这样子就好了。就是他不喜欢跟太多人做不必要的接触，或者是他其实内心也很渴望有人可以懂他。对，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面向。然后他很擅长的是，如果你跟他去说说话、聊聊天，他是可以看到别人的内心的这个伤痛的。像这个宝剑3逆位，他的治愈能力很强。治愈能力很强的原因是因为他平常有的时候会对自己有一些猜疑啊，跟顾忌，还有会过去啊，会比较贬低自己，或觉得自己很普通没什么。但是他经历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慢慢的去拔除自己这个不自信啊，跟有些焦虑、忧虑的伤口，他会慢慢的跟这种情绪去共存，所以他在这一方面的治愈能力很强。然后当别人有人跟他说他的焦虑啊，他的想法的时候，这个人他是可以接住的，就是他是可以接住你的情绪。你的一些不开心啊跟难过，他是可以接住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达到他心中想象的那个地方，他现在就不是最好的，所以他有时候对自己会比较苛刻，但他对外面的其他人不会。对，所以在情感相处上，他会蛮包容对方的，但是他会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再更好，但在别人眼中可能会觉得，你这样做已经很好啦，可以多试着鼓励自己。那我觉得他也在一个调整自己的状态。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之间会怎么相遇。我觉得他是那种悲观到极限，然后就变得很乐观的人。好的，钱币6正位跟钱币8正位，还有权杖侍者。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很有机会是在工作上遇见这一个对象，跟工作有关的。然后你跟他的相遇啊，会是他蛮慷慨的去帮助你，就你有什么困难，或者是他有什么困难，你们会互相的帮助对方。这边就看是哪一个啊，你可以自己带入这样子。然后他是蛮努力工作的这种类型，可能是工作狂。他一开始呢，在喜欢上你的时候，他会，他想追求你，但是他会不太敢，就很贸然的靠近你，所以他就会慢慢的露出自己的一点一点的光芒，去吸引你，去让你在乎他的这种感觉啊，这就是酸酸然后咸咸的恋爱吗？太酷了。好的。那我们再来抽一下，好，
好，我觉得如果你要说情感的话，他在情感上没有那种很多的流露，可能不太擅长言辞啊，但他其实都有看在眼里跟心里这样子。对，这边还有节制牌逆位跟吊人牌正位，所以他对你的行动呢，他会是采取比较观望的状态，然后你们是那种慢慢认识，然后慢慢感情加温的类型。就这不是一个会进展很快的恋情，会慢慢的互相了解，而且你们其实互相蛮有吸引力的，就是一看到对方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好像之前哪里看过，然后我觉得很受他吸引的这种感觉，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那这个对象呢，他在谈感情上的时候也比较务实，对。他其实看透了很多人性的黑暗面啊，就是不论是在交往上啊，还是在人际关系相处上都是，所以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会比较谨慎，然后他很谨慎，然后又被你吸引，他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种感觉，对。好，那这一组的朋友们，如果想知道更多，等一下要抽这个月份卡，我又忘记，对不起。来抽一下你们什么时候会认识这个很有吸引力的对象，宝石般的对象，要去挖掘，你要去亲手把它挖出来。4月春天的日子，好的，还有9月，4月跟9月会遇到这个对象，不排除你们已经认识了，或者是说明年的4月跟9月可以遇到这个对象，对。那如果身边有这个对象的话，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你的下一段恋情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谢谢你们的收听。嗨，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巧克力可可大人味的巧克力 KitKat。它的话就跟日本的那个必胜是一样的，所以日本人很多会送这个当考试，就是像我们去考学测的时候会包粽子一样，这种感觉，就是它有那种必胜的感觉，然后它后面还可以写字，因为偷偷告白，所以代表这段感情是必胜。哇哦，超不错的。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一段的恋情，它的个人的特质是怎么样，还有你们相遇的这个过程。宝剑9逆位，是工作狂。钱币6正位跟钱币8正位。好，这组的朋友呢，你们的这个对象呢，这张牌是桥梁，所以他很擅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交流，或者是说他很擅长去观察身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可以将他们连接起来。对，他是一个有点像是中间的媒介这种感觉，所以他的语言天赋啊跟沟通能力应该都是蛮不错的。然后这边的话有宝剑9逆位，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工作跟踏实的人，而且对情感上也是很愿意付出，就是看到有人有困难啊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地方，他都会蛮乐意去帮助对方的。在生活跟工作上都很认真，因为这边有这个钱币8正位，他是比较务实的这种对象。那他在情感上也是，他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然后会很热情的去追求的人，他会慢慢的去观察你跟他之间的互动啊、价值观还有想法是不是跟他所想的这个对象是一样的。他在筛选人的时候蛮严格的，虽然说他跟身边的人都很亲近，但是我觉得要进到他的内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过去可能在情感上有蛮多伤痕跟一些
需要处理的课题，但他已经慢慢的自己在放下跟消化这些课题。他对人可能会有一些不信任，就是他会帮助别人，但他内心又不相信说，会有人来无条件的爱他跟对他好的这种感觉，所以才要跟你们谈恋爱啊，就是要体验一下被爱的感觉。好的，宝剑侍者，然后隐者牌、死神牌逆位跟圣杯骑士，还有钱币七。刚刚摸到死神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其实他们已经对情感啊连结有点放弃，虽然内心渴望去连结情感跟爱，但是觉得自己身边好像都没有出现适合的对象，或者是他已经开始慢慢不相信爱情了。但是你的出现让他再重新的相信爱情这一件事情，哇，超浪漫的。就是你呢会带着很多丰沛的情感去支持他跟理解包容他，然后你会常常跟他分享你的点子啊跟一些想法。那对方的话，他一开始会是比较有点距离才保守状态，如果要帮忙他都很愿意，但是如果要谈到感情的话，他是比较戒备的那种状态的，对。然后你就会去想要跟他认识跟他连接，因为这边有这个隐者牌正位，他平常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不会随便去外面说自己很厉害啊或怎么样，因为这边我看他其实人脉会蛮广的，而且有很多的点子跟想法，但他不是那种会主动出风头的人，就是他就是默默的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而且他的自省能力很强，他会时不时就回去看，不论是工作也好还是关系也好，他的人生他会看自己过去做了什么，然后我现在还可以做些什么达到我这个未来的目标，所以他是一个蛮踏实跟认真的人。我觉得跟这种人交往蛮不错的，就是会很有安全感。对，而且他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就是不是说他跟你谈恋爱是很目的性的，而是他会选定你就是他心中想要找的这个对象，然后他才会全然的付出。就是大人般的恋爱，不是只会考虑到情感上的连接，还会考虑到一些金钱啊，跟一些生活上。比如说，如果他想要有买房、有小孩，他在金钱这段规划上会更谨慎，就为了让未来自己的小孩啊，或者是自己的家庭有很良好的支出，这样就是他考虑的很远很深，不会只看短钱那种，前面这种比较相亲相爱，然后不考虑未来跟实际的面向。对，好，再来看一下对方想跟你说点什么，感觉对方有点想跟你说点什么。虽然说前面两组好像没有这个活动，第三组独家突然想这样做哦。宝剑二逆位跟圣杯皇后逆位，还有权杖二正位。这组的朋友们刚刚有一个感觉是，他就说选择我吧，不用担心，我会给你想要的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未来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失落啊，或者是情绪比较沮丧的时候，他会希望你可以给他一点独处的时间相处，然后默默的陪伴他跟支持他，这样就好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对象可能已经在观察你，就是你们有可能已经遇见了，所以这边有这个权杖二，他就在衡量说要不要向你去发出这个交往的邀请，或者是跟你更进一步。好，我们来看一下月份卡，你们什么时候遇到这个对象呢？又有7月，该不会是今年7月吧？大人的恋爱。咦，好，12月，好，你们会在7月跟12月遇到这个对方。如果在12月遇到，就可以一起去过圣诞节，超棒。好的，那这一组的朋友们，今天的解牌就到这里。
我们就下次见喽，谢谢你们的收听，拜拜。